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明朝时候，在怀庆府孟县有一个名叫周元德的商人，其人年纪轻轻，便善于经营，与人做买卖，也是谨守诚信原则。在刚满20岁时，他便已经在当地商界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他平日里与人为善，经常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因此声名远播。某日，周元德带车队从乡下收粮归来，途经城外不远处一条大河，就在他无聊四处张望时，却忽然见到不远处有一青年男子，正站在河边，时不时掩面抹泪，看情形像是有啥想不开，要跳河寻短见的样子。周元德见状不敢怠慢，立刻让马夫停车，纵身从车上跳下，叫上一个家丁，快步跑了过去。就在那河边男子一只脚即将跨出去时，周元德二人一左一右，及时拉住了他，并将其拽离河岸很远。被拽回来的男子满脸泪痕，神态沮丧，而且一身酒气，明显喝了不少，神志似乎有些不清。周元德扶住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正要询问缘由，那男子却茫然抬头看向周元德，醉醺醺地自顾自道：没了，一切都没了，我那些送出去的聘礼都被骗没了，还有屋里的那些货款银钱，全都被他们偷走了。如今我李来福身无分文，又欠下债务，活着还有什么用啊？周元德闻听此言，联想起了他与母亲这些年来所受之苦，顿时感同身受。原来当年周元德15岁时，随同父亲一起出外做生意，也曾发生过被骗的事情。当时那场交易被骗失败后，致使周家中欠下巨债，其父愧疚不已，最后郁郁而终。之后的日子，若不是其母心智坚强，给他劝慰开导，又带着他一起从头做起，慢慢还清了债务，年纪轻轻的他，说不定也是如此无助，会走向绝路。当初周家母子齐心协力，再加上父亲生前积攒的善德和声誉，得到了父亲几个生前好友帮忙。数年后，周家生意逐渐起色，直至今日，他周家在县城里再次恢复当年兴盛。看着眼前的轻生男子，周元德安慰道：这位李兄，我看你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怎能如此轻言生死？谁家的日子能够一帆风顺？更何况人生起落反复无常，即便圣人也是难免。实不相瞒，小弟年少时与家父也曾遭遇被骗之事，多亏家母一旁劝导，让我重新振作精神。今日将你救下，是你我有缘，更是老天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啊！自称李来福的男子终于止住了哭泣和抱怨，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周元德，似仍有些想不开道：这次被骗，皆因我一意孤行，我是真得无颜再见父母亲朋了。李兄啊，你怎如此着相？父母家人是你最后的依靠，哪里来的这般矫情？有错就改，打起精神继续来过，这日子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啊！李来福闻言，心中已然放下不少，感觉遇到了知己一般，便将自己遭遇说与周元德听。两人正聊着，后方突然有人呼唤，周元德扭头看去，原来是家中有人来找他。他赶忙起身，面露疑惑地问道：李管家，这事有何要事？你怎么跑出城外来找我了？我不是早给母亲大人说过了吗？晚上一定能到家。哎呦，少爷啊，我在城门那边等你好久不见人影，没想到你竟在这里与人闲聊，快快随我回去，夫人有要事与你相商，特意让我提前出门接你。周元德一愣，还以为家中出了什么急事，回头看向李来福，从怀中取出10两银子，直接塞到他的手中道：李兄，我这次外出收粮，
身上所带银钱就剩这些，你暂且拿去应应急。今日不巧，家中有急事唤我，改日你我有空再详谈不迟。李来福心中一暖，周元德刚才一番安慰劝导，已然让他放弃了心中死念。虽然只聊了一会儿，但也让他重燃希望，决定从头再来。周元德将银子塞给李来福后，不放心又叮嘱了他几句，这才随着管家转身匆匆回家去了。李来福原地站着愣了好久，再次看向手里那10两银子，面露感激之色。他刚才从那管家和周元德谈话中，已经听出这年轻人就是城里有名的周家粮铺少东家，不禁感叹，这周家如传闻中一样，果然是个良善人家。他思索良久，打算回去先将铺子退了，然后利用手中银子再进些货物，重新干起老本行，在街上流动摆摊卖货。想来用不了几年，还能如当年那样重新起家。等挣够了银钱，便去周家还这10两银子，向恩公当面致谢。李来福回城里后，便按照计划退了铺子，本想着租期未到，这租金估计也要赔了，没想到房东老丈在知道他如今落难后，竟然将后面几个月的房租全都退给了他，并且安慰道：小李啊，别难过，你在我这里租房开铺子也有3年多了，我知道你的为人品行不是那些奸诈之人可比，老头我也不差这几个月租子，这银钱退给你当个本钱，好好干，相信用不了2年，你还能再开一间新铺子。李来福闻言顿感暖心，没想到今日连续遇到2个恩人相助，对往后的日子更是多了一份希望。他收下银钱，向房东老丈道谢，直言以后有钱了还来他这里租房开铺子。此后李来福便早出晚归，整日里在城中各大繁华商街之间流动摆摊贩卖货物，慢慢积攒银钱还债。半年后某日，李来福挑着货物刚到街边摆下货物准备开始售卖，突然远处锣鼓唢呐声音震耳，没多久便见一支喜庆队伍走了过来，骑着高头大马，走在第一位的就是一身喜服的新郎，眼瞅着从他摊子前走过，李来福终于看清了来人长相，竟然正是半年前救他的恩人周元德。李来福又惊又喜，没想到周少东家今日大婚，他说什么也得亲自上门去随上一份礼庆贺一番。想到就做，他赶紧收拾了地上货物，快速挑回家中，然后顺路买了一份贺礼，径直朝周家宅子赶去。等他到周家时，迎亲队伍已经进入宅院收拾妥当，很多前来贺喜的人正陆陆续续往院子进入。李来福也跟着队伍送上贺礼进入宅院内，入席坐下后闲来无事，他不由四下张望，想看看新郎周元德是否在此，他要当面道贺一番。哪知道他这边随意扭头四处乱瞅间，竟然让他发现了一个终生难忘的人，不由大惊失色。他手抚胸口平复心情，低头与同桌之人攀谈起来，无意间问起最靠前那桌都是些什么来人。有旁人说道：嗨，最前面那一桌不就是新娘子的娘家人吗？你看看那个老头，就是新娘子的老爹，还有旁边那个锦衣年轻人，据说姓王，是新娘子的表哥，倒像是个挺有钱的主。李来福攀谈一会儿，心中顿时了然，抬头刚好看见新郎周元德已经出来向宾客敬酒，李来福便拿起酒杯走了过去，借着敬酒将周元德拉到一边道：恩公可曾记得我，请借一步说话。周元德被人拉拽，转头却发现是李来福，一脸惊讶道：原来是李兄啊，千万别称呼恩公，我可担待不起，今日李兄竟有空来庆贺小弟大婚，真是有缘啊，来来，你我可得喝上一杯。李来福脸上却是毫无喜色，他神态有些尴尬，
犹豫不决地说道：“恩公，可信李某？”不待周元德回答，他似是下了决心，坚定道：“实不相瞒，我今日本是来此庆贺恩公大婚，哪知道刚才酒桌上发现了一个人，正是半年前骗我全部家当的骗子之一。”周元德闻言一愣，没想到竟然有如此巧合之事，于是拉着李来福站在避人处聊了起来。这一聊，还真是聊出了一个大秘密。原来这李来福当初跳河轻生，就是因为一场骗婚引起。这李来福自幼家中贫困，15岁时便来到县城给人当学徒，后来学了一些本事，便自己借钱当本钱，在城中摆摊做起了买卖。20岁时，终于租下一个门面开了铺子。3年后，生意终于平稳，家中便催着他赶紧娶妻生子。后来便有媒人上门提亲，介绍了一个外地姑娘。那姑娘样貌生得漂亮，身材也很不错。李来福见面后很是满意，可家中老母却是认为这姑娘漂亮不是好事，自家儿子长相条件一般，应该找个面相普通的女子，他儿子才能看得住。李来福被那姑娘迷了眼，就是不听家人劝阻，死活都要娶那姑娘为妻。最后和家人搞得很不愉快，还是给对方送了聘礼，选了吉日成亲。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完全就是一个骗局。在婚礼当夜入洞房时，他被新娘子一杯交杯酒直接迷晕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家中值钱的物件全被洗劫一空，账房里的货款也被撬开箱子，全都偷走了，而新娘子也不知踪影。去找媒人打听，媒人带他按照地址找去，已经人去房空。后来他一打听，这家宅子原来是被那新娘的表哥提前花钱租了下来，专门用来行骗之用。这媒人也被蒙骗过去，到处帮骗子说亲，一夜间家财被洗劫一空，又欠下大量货款债务。李来福身心遭受巨大冲击。那一日，他用仅存的银钱买了酒，喝得酩酊大醉，来到河边想要轻生，接着就发生了河边那一幕。他被偶然路过的周元德无意间发现并出手救下。周元德听完李来福亲身经历，心中恍然大悟。当日他俩聊到半途，他就被管家叫回了家中。这李来福被骗的具体经过，他都没来得及细听。今日李来福恰巧来了婚宴庆贺，两人终于聊了个明白。李来福叙说完毕，便看向周元德问道：“恩公，今日那王姓男子既然在娘家桌上，想必你那新娘子也八成就是当日骗婚的女子了。恩公，你打算如何处置？我李来福愿全力帮你抓住这些骗子。”周元德听完后，脸上微微露出惊讶，看向李来福，沉声道：“李兄，你此话可是当真？”“恩公，我所说千真万确。那姓王的男子长相，我可是打死都不会忘记。当初就是他亲自将新娘送到我家中，如此，今日真是多谢提醒了。不过为了确保万一，还需你帮我亲自确认一下，看看我那新娘是否真是你见过的女骗子。”“好吧，恩公有什么计划，我照办便是。”李来福面露诧异，不知道这周少东家打什么算盘，略微犹豫后便答应下来。二人又悄悄商讨了一会儿，便各自分头行事去了。周元德在给宾客继续敬酒一番后，便找了个借口悄悄离开了宴席，不知所踪。而李来福则继续回到酒桌，假意吃喝，时刻观察着那王姓男子。直到天色已晚，宴席结束，宾客好友陆续离去，李来福见那王姓男子也已经离开，他便趁人不备，悄悄摸到了周家后院，按照周元德事先告诉的路径，来到了新娘洞房外一个角落藏好。没一会儿，只见周元德被一些人簇拥着来到院子。此时他看起来喝了不少酒，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看这些人似乎都是来闹洞房。
他们将周元德推着往洞房内进，李来福也趁机从后面混入洞房。而周元德进入洞房后，好似酒意未消，向簇拥他的众人吹嘘老婆如何漂亮。李来福从后面起哄，提议看看新娘子长得如何。众人响应下，便推着他去掀开新娘盖头。新娘子原本坐在床上，听出了众人进屋内动静，赶忙起身躲避，无意间盖头飘动起来，露出了那妩媚动人的脸庞。李来福在后面看到仔细，立马认出了新娘，就是当初骗婚之人。他暗中拍了周元德后背3下，然后大声喊道：新郎新娘要入洞房办事了，咱们还是速速退去，免得扰了新人行周公之礼。周元德立刻会意，继续装醉，并大声嚷嚷着要将闹洞房众人赶出去。等众人离去后，周元德一步3晃，走到新娘床前，刚刚掀开新娘盖头，却似不胜酒力，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新娘见他这副酒醉不醒的模样，却是面露喜色，看向桌子上那杯交杯酒，轻松暗道：这下好办了，也不用我亲自动手迷晕你了。原来这骗婚的新娘早已在酒壶中下了迷药，准备将周元德迷晕。1个时辰后，天色早已黑透，周元德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而新娘却背起一个打包好的包袱，里面全都是今日所收礼金，以及送给新娘的一些值钱首饰。新娘悄悄打开房门，朝外面摸黑走去。刚走出内院，从黑暗处跳出一个黑衣男子，拉住新娘，并接过她的包袱，低声道：怎么样，全都打包好了吧？黑衣男子见新娘点头示意，拉起她就朝外墙边摸去。他早已在墙上布置好绳索，待2人翻出外墙，刚刚落下地面，正准备转身跑路时，黑暗中突然涌出来10数个青壮男子，将2人团团围住。黑衣男子和新娘顿时大吃一惊，待看清这些来人中，竟然有2个官府衙役打扮者，立刻叫苦不迭起来。官差命众人将2人捆绑起来，然后押解回县衙内。知县大人早已在大堂上等候，如今人赃并获，2人在大堂上面对知县的严厉审讯，最终伏法认罪，一一交代罪证。没多时，新娘的几个家人亲戚，包括其父，也被周元德带着官差押到了大堂上。看到前面2人已经认罪，这几人也老实交代了骗婚计划。就在众人以为此案落定时，周元德却是突然站出来，向知县大人告发了那新娘子和其表哥王姓男子与数年前他父亲被骗一案有密切联系。在场众人听完周元德诉说，皆是一惊，都没想到这一桩骗婚案竟然牵扯出数年未破的一桩旧案。原来数年前，周元德父亲生意被骗，案发后官府立刻前去抓人，却没有抓到那些骗子。之后周元德和其母忙着还清债务，也就没有再顾上此事，此案成了悬案。后来周家债务还完，生意平稳后，周元德每次出外买卖都会留意此事，寻找那些骗子的踪迹。本以为多年来物是人非，很难再追查到那些人的踪迹，可没想到半年前，周母为了给儿子娶个合适的媳妇，找了很多媒人介绍相亲。这些媒人收了银钱，自然卖命的到处张罗，找寻那些没有婚嫁的姑娘。周元德看了几个都不太满意，直到有一次，媒人带来了一个外地女子，说是家人刚刚搬到本县，想在本县找个姑爷。周元德原本已经有些烦了，但在周母严厉要求下去看了一次，这一看竟让他当场大吃一惊，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原来那姑娘头上竟然戴了一根他父亲当年专门定制，准备送给母亲的玉簪。当初他父亲被人劝酒灌醉，身上所戴玉簪也被那人一并偷走。周元德想到了其中关键，当下将计就计，假意对媒人说：
他被姑娘的美貌惊到了，这姑娘就是他的意中人，让媒人帮忙撮合，尽快娶亲。他实际的想法却是将这女子背后的人借着婚礼宴席的名义全都吸引出来一锅端掉。原本他以为这女子身后的人是他父亲被骗的主谋，可当他见到这女子的表哥时，他想起了拉父亲去喝酒的那个中年男子。两人虽不是一人，但这女子表哥容貌与其十分相似。周元德立刻意识到这女子表哥的父辈也是当年案情中人，而后来宴席上碰到李来福找他告密，他更加确信这些人全都是一伙诈骗惯犯。知县大人下令对他们再次严加拷问。这骗婚女子的父亲以及女子表哥终于招供，说出了当年案情真相。骗婚女子的父亲是参与行骗的主谋之一，他只是在暗中配合行骗，明面上给周父灌酒的人正是女子表哥的父亲。其人得手后将周父身上顺带摸了一遍，当场偷走了玉簪。那人见玉簪名贵，就留给儿子，他儿子又转赠给了相好女子，正是这骗婚女子。这也就是说，他这俩人并非表亲关系，而是相好男女。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知县大人没收了这些人的非法所得，又抄了他们的家产，用来归还当年周元德父亲被骗的部分损失，还将本次周元德被偷财物以及送出的聘礼等如数归还。李来福上次被骗婚的损失也被追回了一部分，除了几个参与案件较轻者被罚钱挨板子了事，其他相关主谋人全都被抓关进大牢，按照律例分别判了数年不等的牢狱之刑。李来福有情有义，又懂得知恩图报，之后的日子里，周元德与他多有来往，在生意上也有照顾。他很快攒够银钱，又租下了原来房东老丈一间铺子做起生意。第二年在家人介绍下娶了乡下一个老实人家的姑娘为妻，二人一起维持店铺生意，日子过得很是不错。经历这场骗婚闹剧后，周元德母亲给儿子相亲更加谨慎了许多，终于在半年后找到了合适的姑娘，周元德总算娶妻成家。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